结婚当天，女友爸妈突然跟我要50万保证金，紧接着小舅子宣读了一份婚后守则：男方所有收入上交女方，女方全权支配。为避免婆媳矛盾，不与公婆同住，平时尽量减少来往。逢年过节回女方家，男方需孝敬女方父母，生日节日必须有转账和礼物。若女方父母有需要，随叫随到。生一胎，男方需支付女方父母10万作为感谢；生2胎，男方需支付女方父母20万。3胎、4胎，以此类推。以上任何一条做不到，50万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舅子宣读完毕，把写得满满一页的4纸塞进我怀里，收好喽，回家裱起来。周围人爆发出一阵哄笑。我笑不出来，爸妈，这个保证金咱们之前没商量过呀，而且这个什么守则也太奇葩了吧！生孩子我还得给丈母娘感谢费，生2个孩子就得给他们30万。老丈人笑得和煦，好女婿，今天提也不迟吗？可是50万也太多了。丈母娘打断我，她代表的可是你们家的态度和诚意。说少了，你自己觉得合适吗？我皱起眉，要说诚意，我觉得我家给的足够多了，28万8的彩礼，我家没有一点犹豫。婚礼前1周，女友爸妈变卦，说彩礼得再加5万，我们同意了。婚礼前3天，女友爸妈突然又提出要10万块的上车钱和下车钱，我家几经考虑后还是同意了。没想到今天来接亲，他们又变本加厉，直接狮子大开口要50万。我是什么人傻钱多的大冤种吗？好几个女方亲戚起哄，娶媳妇哪有不花钱的？我哥我嫂子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，想要个保证金很正常。你家不是做生意的吗？别这么小气。我心里不爽，有些恼怒女友爸妈的贪得无厌。但毕竟是自己结婚的大好日子，我陪着笑脸，发誓赌咒说女友嫁给我一定不让她受委屈。不行，我说那要不等婚礼结束后，咱们2家再坐下来商量这件事。不行，最后伴郎团齐上阵，大家伙费尽口舌，好说歹说，还是屁用没有。弟兄们都无语了。发小雷子嘀咕，这该不会也是你老婆的意思吧？我想也不想否认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跟女友大学就认识了7年，爱情长跑。她是什么人我很清楚，这绝对是她爸妈自己的想法。大家伙把我拉到外头商量，你丈母娘今天是铁了心跟你要钱，那也不能让老周真给他们50万吧？这跟敲诈有什么区别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抑住心头的怒火，告诉自己今天是结婚的日子，不能发火。我转头看向慧慧，想看看她的反应，可她只是低着头，手指不安地绞着裙摆，一言不发。慧慧，你怎么说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。她咬着嘴唇，声音细若蚊蝇。我爸妈也是为了我好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脑门。7年恋爱，难道还抵不过这区区50万和几条破规矩？为了你好，让你爸妈拿着你的婚姻大事当生意做。我冷笑一声，慧慧，你他妈是不是傻？雷子看我情绪激动，赶紧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劝我，兄弟，别冲动。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抑住心头的怒火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叔叔阿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5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
咱们先把婚礼办了，保证金的事儿咱们回头再商量。我就不信了，好好说话，他们还能把我吃了不成？老丈人一拍桌子，吹着胡子瞪眼：你小子什么意思？今天你要是不给这个保证金，就别想把我家慧慧娶走。就是。丈母娘也来劲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那点破事，你爸那破公司都快倒闭了，你妈还天天想着打麻将，就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吃的？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慧慧喜欢你，你以为你能有机会娶到这么好的媳妇？我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的家人？雷子看我脸色不对，赶紧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劝道：成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犯不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冷静，今天是结婚，不能搞砸了。我耐着性子跟老丈人解释：叔叔，我不是说不给，只是这笔钱确实需要时间准备。这样吧，您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保证把钱凑齐了给您送过来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行，老丈人态度强硬，今天必须给，1分钱都不能少，就是1分钱都不能少。周围的亲戚也跟着起哄，好像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一样。我看着眼前这群人，突然觉得无比恶心。这哪里是结婚，这分明就是一笔交易。我一把扯掉胸前的花，把手中的捧花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红着眼吼道：这婚老子不结了！周围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，像是被我的举动吓到了一样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雷子赶紧跟了上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传来慧慧的声音：周成，你站住！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只见他眼圈红红的，像是要哭出来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哽咽着问道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屈辱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慧慧，我爱你，但是我娶不了你。然后我再也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离开了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。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身后传来一阵兵荒马乱的喊叫声：周成，你给我站住！这小子疯了不成？反了他了，敢在我们老梁家撒野！我充耳不闻，径直走到酒店门口。雷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，一把拉住我：兄弟，你真打算就这么算了？这口气你能咽下去？我苦笑一声，摸了根烟点上，狠狠吸了一口。那你说还能怎么办？人都被我得罪光了，这婚还能结？结个屁！雷子啐了一口，就你那丈母娘那副嘴脸，这婚结了，你以后的日子还能过舒坦了？那慧慧，你他娘的现在还想着慧慧呢？雷子恨铁不成钢地指着我：你也不想想，他要是真向着你，能由着他爹妈这么欺负你？说到底呀，还是你一厢情愿了。雷子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我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啊，7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上50万和几条破规矩？可笑，真是可笑。程子，听哥一句劝，这婚啊，不结也罢。雷子拍拍我的肩膀，把手里的一瓶啤酒塞给我。我仰头灌了一口，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却浇不灭我心头的怒火。走，喝酒去。我和伴郎们找了个路边摊，点了几瓶啤酒，几盘花生毛豆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你说这女人啊，怎么就这么现实呢？我灌了口酒，苦笑着问雷子。雷子夹了颗花生米扔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：这年头谁还跟你谈感情啊？都是向前看呗。我摇摇头，苦笑。
我真是瞎了眼了，当初怎么就看上她了呢？得了吧你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雷子斜了我一眼，慧慧那姑娘长得漂亮，性格又温柔，当初追她的人可是从这排到法国去了，你能追到手，那是你小子上辈子积德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他们家今天给我上这一课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那倒不至于。雷子嘿嘿一笑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今天也够爷们的呀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退婚，我他妈敬你是条汉子。我苦笑，心里却像打翻了5味瓶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女人啊，不能惯着，越惯着越蹬鼻子上脸。雷子又灌了口酒，恨恨地说，你看看我那婆娘，结婚前多温柔体贴一姑娘啊，结婚后立马原形毕露，动不动就跟我吵架，还3天2头回娘家，气得我……雷子还想再说，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，车窗缓缓降下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，是慧慧。她眼睛红肿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周成，她哽咽着叫我，声音里带着祈求。我心里一软，却还是硬起心肠，冷冷地看着她，你来干什么？周成，对不起，她刚开口，就被从车上下来的慧慧的妈粗暴地打断了。你还有脸在这里吃喝？喝死你呀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们家慧慧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对她？阿姨，您别这么说。我刚想开口解释，却被她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别叫我阿姨，我可不敢高攀。我们家慧慧可是大学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破落户家的穷小子，要不是看在你对我们家慧慧还算不错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能有机会娶到我们家慧慧？我被他这番话气笑了，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，我算什么东西？那我今天就问问您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拿婚姻当交易，开口闭口就是钱，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我说完，拉上兄弟们离开，不再理会在车内叫喊的这对母女。虽然我口头说不接了，但宾客都已经通知，酒店也已经定了，现在说退已经来不及。当我们来到酒店，已经有一小部分宾客和亲戚来了，我爸妈都忙着接待亲戚。刚踏进酒店大门，我妈就迎面走了过来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低声吼道，你小子搞什么鬼？电话也不接，人也不见，婚宴马上开始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结婚了？我烦躁地甩开他的手，结什么婚？你没听你宝贝儿媳妇的娘家人说吗？5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那是彩礼，哪有结婚不给彩礼的？我妈瞪了我一眼，压低声音说道，那是彩礼吗？50万保证金，彩礼另算，以后还有什么生孩子的钱，足够我们替他们家打工一辈子。爸妈也吃惊，但很快老妈又说，你放心，妈已经跟你爸商量好了，把老房子卖了，再跟你叔叔借点，肯定能再凑50万，其他的事等你结婚后再说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妈，感觉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妈，你疯了吧？为了他，你连老房子都舍得卖？你让我和爸以后住哪？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？只要你和慧慧好好的，我和你爸住哪都行。我妈说着说着，眼圈就红了。周成啊，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就听妈一回，别和慧慧置气了啊！妈，你……我看着我妈通红的眼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周成啊，你妈说的对，你就听话，别闹了。慧慧那姑娘不错，你小子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。爸，你怎么也……我看着我爸，欲言又止。行了，别说了，
赶紧去换衣服吧，一会儿宾客就该到了。”我爸说着，就把我推进了更衣室。我无力地坐在更衣室的椅子上，看着镜子里穿着西装革履的自己，感觉无比陌生。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为了一个女人，搭上我所有的积蓄，甚至还要卖掉父母的房子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想要平复自己烦躁的心情。结果没多久，酒店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我出去一看，只见梁家人居然浩浩荡荡的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心想：哟，这是唱哪出啊？只见梁慧他爸妈走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梁慧和他弟弟，以及一帮亲戚朋友，一个个都打扮得人模狗样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参加什么宴会呢。梁慧他妈一看到我，就冲上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好你个周成，你居然敢放我们鸽子！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家慧慧一个交代，我们就跟你没完！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我爸就迎了上去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亲家母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，都是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，什么误会？我们家慧慧都打扮好了，就等着你来接亲呢。你倒好，居然放我们鸽子！你把我们家慧慧当成什么了？”梁慧他妈根本不听我爸解释，指着我爸的鼻子就开骂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推开梁慧他妈，冷冷地说：“别在这儿演戏了，你们家是什么货色？我心里清楚得很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婚我不结了。”梁慧他妈一听，顿时就炸了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你个王八蛋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！”我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说今天这婚我不结了。”梁慧他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梁慧他爸也黑着脸走上前来，指着我说道：“周成，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些意见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悔婚啊！你忍心让他伤心吗？”我冷笑着看着梁慧他爸说：“我忍心让他伤心，换成你儿子娶老婆，对方提这要求，你们能接受吗？你要说能接受，我立马去跟你儿子女朋友去说。”梁慧他爸被我对得哑口无言。这时，一直站在人群后面的梁慧突然走了出来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，哽咽着说：“阿成，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？”梁慧这副娇滴滴的样子，以前我是喜欢的不得了，现在我看得一阵反胃。7年的感情，去他妈的7年感情！我冷笑着说：“演，你接着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家子在打什么算盘。50万保证金是吧？还得加一条，婚后房产证上必须加你女儿的名字。感情你们家嫁女儿是来扶贫来了。”梁慧他爸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周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家慧慧能看上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要不是看在你小子还算老实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们会把慧慧嫁给你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就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熊样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怕撑死你。”梁慧他妈也在一旁帮腔，那尖酸刻薄的嘴脸真是让人作呕。见双方越吵越厉害，加上宾客也陆续来了，他拉着慧慧一家去酒店里面谈，让我在外面招待宾客。为了家里人的面子，我也只能强压这股怒气。我不知道老爸和他们说了什么。婚礼的酒宴如期举行，司仪也来了，跟我们打了声招呼，就走上了舞台，开始做嘉宾的欢迎词。我黑着脸坐在主桌，看着门外穿着婚纱的梁慧正等候婚礼的正式开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司仪接着说道：“下面有有请新娘出场。”
我机械地走去迎接梁慧走上台。我还继续下去，是为了父母的颜面。当司仪让双方父母上台后，丈母娘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拿着一个红包走到台上，满脸堆笑地对我说：“周成啊，这是我们家慧慧给你定下的规矩，以后啊，你得好好遵守，这可是我们慧慧的一片心意呀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丈母娘就把红包塞到我手里，然后大声说道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家慧慧嫁到你们周家，不是来受气的，这规矩就是我们家立下的福纲。”接着，慧慧当着所有嘉宾的面念出内容：男方所有收入上交女方，女方全权支配。为避免婆媳矛盾，不与公婆同住，平时尽量减少来往。逢年过节回女方家，男方需孝敬女方父母，生日节日必须有转账和礼物。若女方父母有需要，随叫随到。生一胎，男方需支付女方父母10万作为感谢；生2胎，男方需支付女方父母20万。3胎4胎，以此类推，所有家务都必须男方承担。以上任何一条做不到，50万保证金不予退还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下面的议论声连台上都听得清晰，震惊女方的无耻，男方的无能。当然也有少部分打抱不平的，爸或许担心我冲动，紧紧地抓着我的手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指着老丈人一家，冷笑一声：“老子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”我几步走到礼台前，一把抢过司仪手里的话筒。司仪大概也没见过这场面，愣了一下，话筒就被我抢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台下那些或是惊讶，或是嘲讽，或是看好戏的眼神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很抱歉，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，这婚不结了。”台下顿时一片哗然，各种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我妈见状，赶紧挤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问我：“成子，你这是干啥？那么多彩礼，不要了。”我拍拍她的手，示意她安心。我老周家只是普通家庭，但也不能被人这么欺负，更何况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我提高音量，继续说道：“今天我就在这把话说清楚。我周成自问对慧慧是真心的，这7年我掏心掏肺，就差把心挖出来给她了。可你们看看，她家里都做了些什么？”我指着老丈人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说要50万保证金，是为了给慧慧保障，可实际上呢，还不是想把我的钱占为己有？”老丈人被我当众揭穿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冷笑着转向丈母娘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您说我妈爱打麻将，说我爸公司要倒闭，说我家配不上你们家慧慧。行，那我就放弃。我们家从来不做那昧着良心的事，倒是您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背地里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你血口喷人！”丈母娘被我说中心虚事，尖着嗓子叫唤起来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。我懒得再搭理她，转头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慧慧，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隐隐作痛。慧慧，我的声音不由得软了下来。我承认我是爱你的，但是我受不了你家人的羞辱，更受不了你对他们的纵容。我今天把话撂在这，你要是想清楚了，就来找我，我随时欢迎你。但如果你还是选择站在他们那边，那我们就真的结束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住眼中的泪水。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，实在抱歉。今天就当请诸位吃饭，聚一聚，礼金我会全部退回。说完，
我就把话筒重重地扔在桌上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慧慧家人的谩骂声和亲朋好友的议论声，我充耳不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刚走出酒店大门，就看到雷子追了出来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担忧地问道：“橙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真不要慧慧了？”我摇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很乱。雷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”哎，雷子叹了口气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兄弟，只能说你是个男人。你想想，这婚前就敢这么对你，这要是真结婚了，你还不得被他们吃的骨头都不剩？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是啊，现在想想，这婚不结也罢。走，喝酒去，今天不醉不归。”雷子说着，勾着我的肩膀朝路边走去。我抬起头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感。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吧。在一处烧烤摊，我和兄弟几个都喝得脸红脖子粗。突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是慧慧打来的电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接通了。“喂，周成，你在哪儿呢？”慧慧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“我在外面。”我冷冷地说。“你回来吧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“谈什么？谈你爸妈要的50万，还是谈你对他们的纵容？”我的语气里充满了嘲讽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慧慧的声音低了下来：“对不起，我爸妈他们。”“你别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应该跟你爸妈说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今天就结婚了。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周成，你别这样，我爸妈他们也是为了我好，我看他们是把你当成摇钱树了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知道你弟弟也快结婚了，这彩礼钱不会打算让我出吧？”“无凭无据，你不要乱说。”慧慧终于忍不住了，在电话那头哭喊起来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为了你跟家里闹翻了，我妈都把我打了一顿，你还说我满脑子都是钱，闹翻了，被打了一顿。”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希望，那你怎么不早走出这一步，让我一个人和你全家对抗？哪怕你勇敢一次，我就不敢把你强行带走。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，慧慧才低声说道：“我不敢。”听到这4个字，我的心瞬间跌入谷底。我突然觉得很可笑。7年了，我自以为很了解他，可到头来，我却发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呵呵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不敢。”“那你现在敢不敢为了我跟他们断绝关系？”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沉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慧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选我还是选他们？”慧慧的声音颤抖着，似乎在做着艰难的抉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：“慧慧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是不是周成那小子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是梁斌，慧慧的弟弟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我语气平静的可怕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把手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。去你妈的爱情，去你妈的婚姻，去你妈的50万保证金！我歇斯底里的怒吼着：“成哥，别生气了，不就一娘们吗？值当吗？”雷子一边说着，一边给我递了瓶啤酒。“你看看你，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把自己灌成这样，至于吗？”我猛灌了一口酒，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，却浇不灭我心里的怒火。7年啊，老子对他掏心掏肺，结果呢？到头来，他还是向着他那一家子吸血鬼。妈的，当初真是瞎了眼了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兄弟们都在这儿呢，你要是真觉得憋屈，咱就去找那家人渣算账去。说话的是胡子，这小子平时话不多，但脾气火爆，
这会儿看我受了委屈，早就摩拳擦掌了。对，走，找他们算账去。其他几个兄弟也跟着起哄，看样子今天不把梁家人闹个底朝天，他们是不会罢休了。算账？怎么算账？我苦笑一声，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，我呢，一个外人而已。再说了，慧慧她也不想跟我走，我能怎么办？难不成真要把她绑了不成？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！胡子猛地一拍桌子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为他们家花了多少钱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就说那彩礼20万，说给就给了，现在倒好，1分钱都不想还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就是成哥，这口气不能忍，咱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对，不能让他们白白欺负了。”兄弟们群情激愤，恨不得现在就冲到梁家去大闹一场。我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心里却更加难受。我知道兄弟们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感情的事不是打一架就能解决的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我无力地摆摆手，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们就别跟着掺和了。成哥，你……雷子还想再劝，却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。行了，喝酒吧，今天不醉不归。我端起酒杯，再次一饮而尽。我知道有些事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我必须面对现实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强忍着头痛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喂，张律师吗？我周成，想问问，要是婚礼办到一半不办了，这彩礼还能要回来吗？我抓着手机，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，七上八下的。周先生，您这情况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您是哪些方面诉求呢？电话那头，张律师的声音听起来冷静又专业。电话那头的张律师一直很有耐心，等我说完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周先生，您这种情况，我建议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。”法律途径怎么弄？我皱着眉头，说实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真不想走这条路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今天下午来一趟我办公室，咱们面谈，您看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那就下午2点，您办公室见。下午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张律师的办公室。张律师看起来40多岁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说话不紧不慢，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。我们详细聊了聊事情的经过。张律师听完后笑着说：“周先生，你这个案子不复杂，证据确凿，胜诉的概率很大。不过呢，对方可能会耍一些小花招，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。能耍什么花招？”我皱了皱眉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一口咬定彩礼是自愿赠与，或者说你跟梁小姐已经同居了，彩礼就相当于生活费之类的。张律师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不过你别担心，只要咱们证据充分，这些伎俩都不足为惧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。对了，周先生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比如，梁家人在婚礼上有没有说过什么过分的话，或者做过什么出格的事？张律师一边翻看文件，一边问我。过分的话，我回忆着婚礼当天发生的事情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梁斌那张嚣张跋扈的脸。对了，梁斌就是梁慧的弟弟，他在婚礼上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就让我好看。在婚礼迎亲当天，他们带人打了我，还有我的伴郎。威胁你，具体是怎么说的？张律师眼睛一亮，赶紧追问。我将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，还拿出那张奴隶条约一样的保证书。张律师听完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周先生，你提供的这条信息非常重要，看来咱们这次不仅能把彩礼要回来，
还能好好教训一下这家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在收集证据，包括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婚礼现场的视频等等。只要能证明我为慧慧花过钱的，我都想办法找了出来。半个月后，法院正式受理了我的案件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梁家人也被告上了法庭。开庭那天，我早早地来到了法院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雷子、胡子还有几个兄弟都来到了法院，为我加油。法庭上，梁家人还在狡辩，试图为自己开脱。梁慧的父亲，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好你个周成，我们好吃好喝招待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，把我们告上法庭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”就是白眼狼、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梁慧的母亲也跟着叫嚣起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表演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这家人从始至终都在演戏，都在算计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被他们的伪装所蒙蔽。肃静，肃静！法官敲了敲法锤，制止了梁家人的无理取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准备好的证据一一呈交法庭。看着梁家人慌乱的眼神，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被告方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据，你方还有什么异议？法官猛地一拍法锤，厉声问道。梁家人一个个面红耳赤，却哑口无言。那个50万保证金婚后守则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了他们脸上，也抽醒了我的梦。梁慧的父亲张了张嘴，却像是喉咙里卡了鱼刺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心里那股憋屈劲儿总算是消散了些。梁慧的母亲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突然指着我哭喊道：“法官大人，他这是污蔑，他这是血口喷人啊！我们家慧慧可是黄花大闺女，他这是想毁了我们家慧慧啊！”再胡搅蛮缠，就以藐视法庭罪论处。法官再次敲响法锤，这回梁家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灭了。最后，法官一锤定音，驳回被告方所有诉讼请求，彩礼全部归还原告。听到这话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雷子和胡子他们在我旁边高兴地直拍手，差点没把房顶掀翻了。再看梁家人，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蔫头耷脑的。梁慧他妈更夸张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没天理呀，没天理呀！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要点钱怎么了？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冷笑一声，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多看2眼都感觉脏了眼。梁慧他妈看到我，立马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：“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们慧慧哪里配不上你了？要不是看在你家条件好，我们能把女儿嫁给你吗？现在你完了我女儿，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？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泼妇骂街了，这架势不去菜市场当一霸真是可惜了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”一直没说话的梁慧终于开口了，她眼眶红红的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周成，梁慧吸了吸鼻子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我爸妈做的不对，我代他们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她说着就要朝我鞠躬，我往旁边一闪，躲开了她的道歉。别，我可受不起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，就把彩礼还给我。梁慧咬着嘴唇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心里冷笑，装接着装，怎么不愿意？我挑了挑眉，故意用激将法。不是的。梁慧慌忙摆手，那笔钱被我弟弟拿去当彩礼了。什么？我惊得差点没蹦起来。
这门婚事之所以会这样，根源在梁慧这里。他知道弟弟结婚需要钱，默认家里人从我家搜刮钱财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正等过了时限，你们不把钱还回，我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。到时候卖房子什么的，就别怪我无情。他是我亲弟弟，我不能不管他，这样也太不近人情。周成，保证金我们不要了，这次当作没发生过好吗？抱歉，我高攀不起。我丢下这句话就离开。梁慧抓住我的手，周成，你真的不顾我们7年的感情吗？在你眼里，我们有感情吗？你要有一丁点感情，就不会让你父母做出如此恶毒的事，去跟你家人过一辈子吧。我重重地甩开他的手，追上爸妈他们一起离开，留下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梁慧。等到期限到了，他们家果然拿不出钱退还，他那个心爱的弟弟跑去自己老婆家，对梁慧不管不顾。我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，他们一家被强行拍卖房子，支付了我的钱，他们不得不回到老家村子里居住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梁慧。听大学同学说，这次的事传出去，没人敢娶她。谁让他妈在婚礼上念了那婚后守则，简直就是核弹，让所有男人望而却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